所谓成熟，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不再害怕情绪。她是大家眼中的女强人，公司主管，年收100万，开会有理有据，下属说她是铁血战将，朋友说她很理性。但某天晚上，她在家一个人洗碗，水声盖过一切，她突然蹲下来，在厨房的角落哭到不能自己。没有人知道，她刚刚和妈妈讲完电话，对方只淡淡说了一句：你每天这么忙，也没有时间回家看看。她连回嘴都没力气，只说了好，知道了。情绪不会因为你理性它就消失，也不会因为你长大它就放过你。你藏得越深，它找你的力道就越大。你以为长大了情绪就该不见了吗？从小我们就被教导，生气是不对的，要懂事；哭是软弱的，要坚强；害怕是没用的，要勇敢。于是我们学会压下去，但那些没有处理的情绪不会消失，它们只是改了样子，潜伏在我们的生活里。变成什么呢？睡不着，容易爆炸，对自己过度苛刻，面对爱的人说不出心里话，或者不知道为什么快乐不起来。这些都不是你坏掉了，是你太努力当一个成熟的大人，却没有人教你怎么跟自己的情绪做朋友。情绪不是绊脚石，而是导航仪。很多人以为情绪让我们混乱，但事实恰恰相反，情绪不是让你迷路的，而是帮你找路的。想象你正在开车导航，突然出现一个路口没号志，这时情绪会跳出来说，这里有点不对耶。焦虑，是不是又要委屈自己了？愤怒，你其实蛮受伤的吧？难过，这次真的很重要，对不对？紧张，但带期待。你可以选择无视，也可以选择听一听。很多时候，情绪不是要你停下来，而是提醒你前面有转弯，请放慢速度。现代生活里3种成熟但不快乐的假象：一、表面云淡风轻，其实压力山大。艾瑞刚升上部门经理，嘴巴上说没什么啦，就多一点责任。实际上每天晚上胃痛到失眠，他连最亲的女友也没说，因为觉得压力是男人该自己扛的。但他的情绪没有不见，只是转成了焦躁、消化不良、睡眠障碍。成熟不是忍到爆炸，而是允许自己坦白累了。2、别人都说你很独立，其实你只是习惯不求救。丽莎搬家、换工作、跑家族活动，样样自己来。朋友都说你太强了，但她内心常常问，我是不是不重要？所以从小就要靠自己。原来她的独立是从被忽略开始练成的。成熟不是什么都一个人扛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喊救命。3、永远看起来 OK， 其实只是很会演。志豪永远是聚会的开心果，上班总是带头搞气氛，下班也常揪大家吃饭喝酒。他的生活看起来很丰富，直到某天朋友在社群看到他发的一句话，笑脸背后其实没人懂。成熟不是把悲伤演成笑话，而是承认自己有不快乐的时候也没关系。情绪不再可怕的转捩点，是你愿意承认我也有情绪。当一个人能说出我现在很烦躁，因为我觉得没有人理解我，或者我有点想哭，因为我真的努力了，但好像还是不够。那一刻，它不是脆弱，
而是勇敢。因为这世界最困难的事情之一，就是对自己诚实。成熟不是天天控制情绪，而是可以自然地跟情绪共处，甚至知道它来做什么，要你看见什么。新的生活方式是让情绪有位子坐，就像你请一位朋友来家里，不是赶他走，而是说，来坐一下，我们聊聊。生气来了，不说我不能生气，而是问我是不是觉得被冒犯了。难过来了，不说我不该难过，而是问我是不是太久没有被理解了。不安来了，不说我应该坚强，而是问我是不是不知道自己值不值得被爱。当你肯让情绪坐下来，它反而就不会掀桌子了，它会慢慢的变得安静，然后跟你说出真正的话。情绪的成熟就是这3件事：一，我知道我有情绪，不是假装没事，而是勇敢承认我现在真的不太好。这不是失败，是开始照顾自己的第一步。2，我不再被情绪牵着走，不是不生气不难过，而是即使有这些感受，我可以选择怎么回应。情绪不是你，不代表你有情绪，但你不被它奴役。3，我愿意从情绪中学习。每一次情绪来临，不再是危机，而是一次更认识自己的机会。成熟的人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越来越知道情绪在说什么。结语：当你不再害怕情绪，你就开始爱自己。我们都想成为稳定、理性、可靠的大人，但请记得，不是没情绪才叫成熟，而是你能陪自己走过情绪，那才是生命真正的成长。别再追求当一个没有情绪的人，那不是成熟，那是麻木。真正成熟的人会说，我也会不安，但我愿意面对它。我也会哭泣，但我不觉得那丢脸。我有情绪，也有力量和它和平共处。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不再怕情绪，而是邀请他坐下，听他说完故事，然后拍拍他，说一句：谢谢你提醒我，我还是个有血有泪的人。这才是真正成熟的开始。